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大家知道阿达是2辆特斯拉的车主，那我自己是开 Model X， 最近新款的 Model X 终于进来台湾了，那也准备要交车了。我本来在第一个时间点，大概2年多前吧，马斯克在美国发表 Model X 的时候，我就第一个下定了，拖到现在好不容易要交车，但是我现在反而迟疑，说我到底要不要交车？接下来就为大家讲讲我的理由，那也请大家听完我的理由之后，帮我分析一下该不该买这辆车。那首先呢，大家看一下，这是阿达的 Model X。那这辆车老实讲真的很少开。我这辆车是2017年的 75D， 它什么都好，唯一缺点就是里程有点低。那之前的那个 MCU 是旧款的，非常lag。我后来有换了 MCU， 所以我现在对它的表现非常满意。那新款的 Model X 呢，现在都是所谓的100度电，它的里程数比较高，但是它少了原本 Model X 一些好用的东西。从外观上可以看到，最明显的就是我这辆车它是有超音波雷达的。新款的 Model X 取消，它跟 Model Y 一样全部都是用视觉。那大家都知道说视觉非常不靠谱，不管是看国内外的影片或者是说像 Echo 的影片它都有蛮大的误差。那这辆车非常大。老实说我的驾驶技术不是很好，之前常去外面停车不知道要撞几次了，都是因为超声波雷达警告我当然，超声波雷达它也有误差，只是说不像视觉，动辄就40公分到60公分误差，我觉得实在是有点扯。那第二点如果你是 Model Y 的车主，应该也知道说 Model Y 进台湾之后，它就没有雷达了。那很多人因为车子比较大的关系，他在停车的时候可能就擦撞碰到那特斯拉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维修非常慢，所以你像这种小磕碰一般人是很少会进去修除非是你真的是大碰那另外现在的 Model Y 它是没有召唤的，连这个占用网络的那个测距都拖了快大半年才实现这个功能，而且这个功能到现在还不完整。那阿达也刚刚讲过这辆车它非常大，所以我有时候在停车场停车的时候，我进去之后我是人是出不来的所以我是用召唤的方式，车自己前进把车停好。问题是现在只要没有雷达的车款，连召唤是都没有的不管你有没有买 EAP， 召唤是不能用的那我也不懂为什么美国车主脾气这么好都没有去告特斯拉。像美西太太跟我讲说，美国也是很多车主撞得乱七八糟也是很抱怨那对我来说，这实在是非常劝退我。另外就是说，新款的 Model X传说中有凤凰雷达。那我问台湾的业务，他跟我说这次进来台湾的 Model X， 它是有 Hardware 4.0， 但是没有雷达。我去看中国大陆或者是美国那边的拆车，就新款 Model X， 它的慢把底下其实是有颗雷达的。那台湾这边说没有，业务那边跟我说，有可能是因为进来之后没有人去拆过这台车，所以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有没有雷达，在硬体上也看不出来。那这个雷达讲实在话，我是觉得用视觉来讲，这有一个死角，你这是死活是没办法解决的，除非特斯拉在底下跟 Cybertruck 一样放一个视讯镜头来做测距，不然这个死角的距离，我是觉得真的很难解决。我不认为可以完全解决。那如果你有这个雷达呢？它虽然说不能取代超音波雷达，就一般的雷达方案，我是觉得反而是特斯拉比较有机会做的。那你没有够承诺说到底这个车里面放的是什么雷达？你叫我这样子去换它，我也是要思考。那另外还有一点，大家来看一下这里，这是特斯拉旧款的内装。那新款的呢，它一样有前面这个仪表板，在主画面这边呢，它换成一个横版的17寸，而且可以调角度，这个感觉比较厉害。但是老实说，我喜欢直视，但是改横视，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不能接受的点。但是我不能接受是这个方向盘，我现在用这个方向盘，我觉得非常的满意。现在改成右壳方向盘，习惯了也许可以接受，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是没有这个排档杆。我们开车开一辈子都已经习惯排档了，你没有排档杆真的很奇怪。因为它现在移到画面旁边这里，新款的下面这边它多一个无线的充电盘。它在底下也有那个排档的，但是我去按是没有反应。那我有问美西太太跟业务，他说这个地方的功能现在被锁住了，所以是不能用的。除了这个没有排档以外，像我们习惯的这个方向灯，它现在改在方向盘上面去用按的。老实讲，有点反人类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习惯，这是一点。更不能接受的是它的喇叭也是用按钮按的。那现在你如果临时发生事情的时候，你要这样子按，会按得到吗？因为我还没有开过那辆车，它现在特斯拉也不给人家试驾，我也不知道那个喇叭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按。我是知道中间按这个是没有反应的，
这个对我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在意的点。还有一点啊，就是我的这个椅子，我这种旧款的椅子啊，虽然没有通风，只有加热而已，但是它起码是皮椅。那新款的特斯拉的椅子呢，美其名是为了环保的，那老实讲就没有像比较高档的一个感觉。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为什么会喜欢 Model X？ 哦，因为我喜欢这个音译门。它如果没有这个音译门啊，我还不想买。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哦，我是6座版，那我这次订的也是6座版，因为啊 Model X 在国外后来有降价嘛，它的6座版跟 Plaid 只差10万块。我也把配备升到 Plaid 了，但是呢，我的旧款呢，它有一个新款已经没有的东西，是叫这个中扶手。哦，这个东西很经典，现在也没有了。不过呢，新车有个优点，就是这里啊，它多了一个看影片的萤幕，虽然不大就是了。总之啊，这辆 Model X 啊，如果叫我换新车的话，它有几个问题点：外观没有变，没有真皮的皮椅，然后没有方向盘排挡杆，好，也没有雨刷杆。也没有雷达等等啊，这些都是我现在会考虑的一些点。你说新车有没有优点？新车的优点很多，譬如说第一个啊，它的0-100加速2.9秒，但是以我自己的驾驶习惯，我几乎不开快车。如果你在台南市看到开很慢的特斯拉 Model X， 应该就是我开的。另外呢，它的里程啊多100多公里，萤幕的部分呢就是前面变横的，后面多一个小萤幕。那剩下的东西啊，我还真的是没什么用到，我宁愿说特斯拉可以让我贴钱，好，我把电池换大一点。这台车现在开的真的是很满意，再加上啊，我自己开车的里程数啊非常非常少，我这台车5年多了哦，才4万多公里。那我自己平常时这2年又开的更少，一天有的时候只开10几公里。那我需不需要为了这些更新，然后再特地花钱买一辆我不喜欢的点的新车呢？那也请大家给我出一点主意。我现在已经决定我第一批不交了。我想要看看说第一批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人去拆它哦，看雷达那怎么样，还有说特斯拉到时候有没有试驾，我方向盘能不能习惯哦？也许大家过几天又看到说阿达到最后又换 Model X 哦，那到时候欢迎大家来笑我，也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好，我是电脑阿达，如果喜欢这段影片，记得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